我的女儿是学霸。好，1、2、3，对不起。好，为什么妈对不起？我也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首先是因为我们先用了这个标题把大家骗进来。OK， 不是吗？我不是吗？你是学霸吗？好了，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学霸。那为什么要把大家骗进来？是因为其实这几年从他身上呢，我看到的还蛮多他的一些学习方法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所以其实今天是想把大家骗进来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学习啊，还有一些重点的方法。对，其实我们常常看到，在每次考试的时候呢，其实看到每个家庭好像都为了考试呢，会有很多好像家庭要战争的状况，妈妈爆炸啊，对啊爸爸想要揍小孩啊，家里都在一个备战状态。而我们家呢？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他在念书，大家都在念书，所以我就说，你要不要稍微去看点书啊？呀，然后你跟我说什么？我有在学校看，我有做笔记。对，他说他有在学校看，然后有做笔记。我就好哦，那你自己有在念就好。为什么那么勉强？对，慢慢没用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于他的课业其实都没有花很大的心思，因为我们知道他自己有自己的方法。那这也是今天我们想要透过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他是用怎么样的事半功倍的方法来达到他好的学习的结果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老实说，他从小一到今年小5刚准备要结束了，这5年呢，他其实大部分成绩都维持在前3名。对，但他是一个没有补习、没有安亲，然后没有什么。没有花很多时间，对，他就是没有花很多时间，然后所以其实我常常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，但是到底为什么可以不需要花很多时间，然后可是在学习上面又可以表现得很不错？那经过我这几年的抽丝剥茧，其实我得到一些心得。你有等一下，在关注我？我有在偷偷关注，因为我其实是从他平常小考在观察他的学习怎么样，虽然我没有介入，可是我都会从这些那什么。枝微末节去观察他学习上是不是需要帮助，所以妈妈其实也是有在注意的。是哦，等一下，我不信。我要说的是，干嘛？其实在我们家奇怪的是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就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。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，但真的也没在学东西，脑袋很空。所以在我们家奇怪的是妈妈，我们两个是很像的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啊，我就会把他平常的学习分成 before、while、after 前、中、后3大方向来分享。那我必须说，在学业啊、课业学习之前的这件事情，其实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这是什么？阅读哦。对，阅读其实是最重要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阅读，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？就是阅读可以从阅读过程中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啊。你不用自己经历过那些东西，从别人的经验、别人的知识分享，就可以学习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事啊。OK，这有什么好分享的呢？为什么表情那么夸张？他们表情好假。OK， 好，那当然第一呢，像刚刚爸爸说的，阅读其实可以增进知识，这4个字他废话这么多。增进知识，这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没有什么好太多分享的。那其实从他小时候到现在的这个阅读习惯啊，跟我们比较熟的其实都知道他的阅读量其实还蛮可观的。那除了这4个字以外，我其实真正觉得阅读对他学习最大的帮助，其实是对文字的处理速度。还有理解程度，对，还有理解程度，因为像现在108课纲，其实很多考卷啊、题目上面的题目都越来越长，所以孩子们其实如果平常没有阅读习惯，他光看题目就晕了，对，根本没办法去思考跟做题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看他的考卷，我们也会针对他的题目会有点 confuse， 想说题目也太长吧？对，那题目要问的问题是什么？对，然后像国语、国文，就是后面不是有阅读测验嘛？我小时候是最讨厌那个部分，就好多字要读。可是那是一个故事啊。对，他超喜欢读那个阅读的，就是他就觉得那是一个故事很好看，所以他都会就是在看那个部分，他都会觉得很享受。但我讨厌没有，就是已经看过的，就看得很无聊。对，但像我小时候其实最讨厌那个部分，就觉得字好多，我懒得看。很多吗？其实不多，但就没有看书习惯的人，就会觉得有点懒得看很多文字。其实这个衍生的就有点像是在考 TOEIC、雅思，然后托福等等都是一样。当他们阅读的时候，当文章是比较长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其实知道他的英文，知道他的单词，知道他的文法，
可是他没有阅读习惯了，他没有办法很快去找到阅读的重点在哪里。对，爸爸讲的很好就是你其实句子都会，单词都会，可是因为你平常没有练，你处理的速度很慢，真正在考试或课堂上，其实你的处理速度就会变很慢，理解程度也没办法那么快速。对，所以我说阅读很重要，其实就是除了增进知识以外，真正很大的重点就是处理讯息的速度跟理解度，其实会大大的提高。对，这真的超重要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课堂上，我们讲到中了，前中后的中。那在课堂上呢，你觉得？专心。好，第一专心。那因为他上课呢很专心，那为什么可以很专心？我其实还是觉得回到阅读身上，你平常有阅读习惯的人，心是比较静得下来的。所以第一，你上课可以比较容易静下来专心。那在理解老师上面也会比较完整，所以他其实大部分在课堂上已经可以理解老师在讲的内容。我有个问题，好，但是我还是会跟同学聊天啊。可是你还是有听懂大部分的讯息啊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毕竟你也不是说。毕竟也没有人不会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聊天吧？对啊，当一个学生适度的跟同学聊天还是需要的，传纸条啊什么的还是需要的。没有传纸条。那上课怎么聊天？就看着他走过去，赶快讲。好，当学生这个还是必要的，对吧？对。那也就是说，他其实课堂下课之后，他只要去处理剩下2%、3%、4%的讯息就好了。对。他如果已经在课堂上专心听，你看你课堂上时间是大家都要花的，那你已经在里面理解80%，那你课堂后就只要去处理剩下来的讯息就好了。对，那你就不用再花100%时间再去重读一次。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我发现我很多学生都是上课没有在专心听，然后下课以后就要花很多时间再去补回来，就变成要花 double 的时间，很不划算。那因为他在课堂上啊就已经理解了大部分内容，剩下的20%、30%呢，就带到我们最后要说的 after， 在学习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？讲话吗？对啊，写考卷跟记笔记。好，他的学习方式就是第一写考卷，第二做笔记。那写考卷有什么小撇步可以讲的吗？其实写考卷我没有做，因为我就是写心安，然后也没有在对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的分享结束了。今天我们都是安排好的，这都是假的。写考卷它确实就是写一个心安，那他常常也没有在对答案，但是他可以从里面可以比较知道，但是大概考题会怎么考了。对，熟悉考题啊。但他就连对答案都懒。但至少我觉得从熟悉考题的部分，他就可以很快速知道考试重点会是什对，么。那他考出来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？先够理解问题，才能达到最好的答案嘛，得出答案嘛，对啊。那第二比较重要的是，他刚刚有说到做笔记的方式。那米娅，你要分享什么样的学习笔记？然后这个笔记的方式你是从哪里学到的？拿起来啊。康奈尔笔记法。那从这本书叫什么？不败学习力。对，这本书啊是那个刘轩的书，那它里面讲了很多学习方式。你看，学霸都在用的10大聪明读书法，那它里面其实确实还蛮多方式，我觉得都还蛮好。那当时妈妈懒得研究，所以就直接买这本书给他看。妈妈到底是有多懒？那他也不错，是真的自己有研究哦。好，来，请分享康奈尔读书方法是什么？这就是康奈尔读书笔记。那这是康奈尔读书笔记。就是呢，先画4个格子，像这样，然后这里写主题或一些日期，然后这里写内容，然后这里是总结，这里是提问。那我们现在请米娅拿她平常记的笔记，她有时候自己在课后不见得要考试的时候，她就会自己写笔记来进行复习，这也是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地方。这是社会。好，现在分享的是社会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你可以介绍了。最上面这个就是主题，然后这边是内容，然后下面就是总结，还有因为它的总结这一课单元内容比较少，所以另外一边有这些考试出，但我没有出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问题，就是整理出来觉得重点很有可能会考的地方。但是我有个问题哦，就是我相信这些方法大家都会做，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动机，为什么？跟你自己觉得效果如何？你自己觉得呢？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想要
做这样的动作？因为很多方法大家都知道，可是总是有一个动机，你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个事呢？因为他是现在考太烂，然后结果发现是因为没有做笔记，所以你觉得笔记对你的帮助是什么？很大。是什么？整理知识，就是再复习一次。然后可以让知识在你脑中排序好、整理好。现在课本就会一堆废话。不好意思啊， 1、2、3，对不起。就是可以那什么去无存精，对，可以真的抓出重点。因为他们会有一些的，它需要连接词，对，它是用句子，我是直接讲重点，然后还有解释一些细节，所以你就可以自己抓出自己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来。对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第2次、第3次的复习，这样。其实人的大脑记忆是会有它的限制，对，所以你不可能把所有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下来，你反而抓住重点，记到重点，就像我们在学习心智图一样的概念，抓住重点，你只要有做相对应的连结，你可以省略大脑很多的精力。很多的 operation， 很多的操作，你反而可以把你这些精力 operation 的这些能力，可以去记忆更多的东西，去处理更多的知识。但爸爸刚才有问到一个问题很好，就是方法大家都知道，但你为什么会主动做这件事情？因为我想赢叉叉叉。所以他的学习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在于他比较好胜，然后他会想要赢过同学，所以他自己主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打败谁谁谁这样。是不是？所以其实我觉得，也就是要先找到为什么要做这个事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每一个人想要做这件事的原因、理由都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父母可以从旁边去观察你的小孩是什么样的属性。那从那边的属性可以去引导他，去鼓励他，朝这方面去引导他，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他才会从这种做的过程中得到他最后想要的结果，他就会觉得就有这种成就动机，他就愿意更这样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动作，这样子。是的，那记笔记就可以帮助他再一次的去整理他学到的知识，然后也可以再巩固、再复习，所以就可以把学到知识比较容易变成长期知识，储存在大脑里面。那考前呢，就不用那么的备战状态，就还是可以轻松继续跨练习，还可以维持好的亲子关系。被厌恶的爸爸。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大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相对轻松的在学习，不用那么痛苦。阅读很重要，它不是只有吸收知识，还有他们理解、吸收讯息。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们念起来 ，OK， 要培养孩子们这个习惯。那后续我们也可以再分享一下怎么样培养阅读习惯。好的 ，OK， 好。最后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订阅、大家分享，拜拜，拜拜。And I've been feeling blue, you're the one that I need.